世界千变万化，新闻随时发生，一波为您追踪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。普京在俄乌问题上要什么？俄卫星社28日报道称，据克宫消息，俄法两国总统就乌克兰局势的各个方面严肃而深入地交换了看法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通话中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，只有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，乌克兰问题才有可能解决。报道称，普京对马克龙称，俄罗斯方面对与乌克兰代表的谈判持公开态度。普京还对马克龙说，解决乌克兰问题需达成以下条件，包括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，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，乌克兰保证中立地位。路透社，美国和西方盟友讨论普京的核威胁。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一早上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交谈。此前，总统弗拉基米尔·普京在面对西方对乌克兰战争的一系列报复时，将俄罗斯的核威慑置于高度戒备状态。一名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，俄罗斯总统正在以危险的言论升级战争。俄罗斯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核使用将产生毁灭性后果。美国正在评估普京总统的指示，目前认为没有理由改变我们自己的警戒级别。这位官员补充说，美国和北约都没有任何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愿望或意图。白宫还指出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美俄关于战略稳定的总统联合声明，确认核战争不可能获胜，也绝不能打。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周一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会议，讨论停火问题，而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在冲突的第5天遭到乌克兰军队和平民的坚决抵抗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引发了西方经济和企业的反应，其范围和协调性是前所未有的。美国周一阻止美国人参与任何涉及俄罗斯央行的交易，这对该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。另据法新社报道，白俄罗斯人周一投票允许该国永久拥有核武器和俄罗斯军队，这是宪法改革计划的一部分。该改革也延长了领导人亚历山大·卢卡申科的统治。拜登在 SWIFT 问题上最害怕什么？1. 美联储对通胀的担忧是什么？俄罗斯供应欧盟1/3的天然气，其中 66% 途经乌克兰。这与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？俄罗斯切断对欧盟的能源供应，欧盟能源价格飙升，套利交易者将传染蔓延至美国能源市场，天然气占 CPI 的 7.5%， 美联储将面临鹰派对于通胀问题的压力。2. 俄罗斯和乌克兰还供应全球 25% 的小麦出口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变暖及干旱对粮食生产火上浇油，这会进一步对通胀、美联储和股票产生影响。俄罗斯切断粮食供应，粮食价格飙升，导致芝加哥小麦期货目前处于9年高位。美联储面临的鹰派的压力要求其增加库存，导致进一步的粮食价格上涨。3. 美元将加速消亡。美国威胁要切断俄罗斯与 SWIFT 的联系，这个连接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的11000家银行的跨境支付系统。制裁听起来不错，但是这里存在着难以估算的成本，这也很难保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。SWIFT 系统上的一切结算都以美元为基准，因此每个银行成员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持有美元。自从1973年发明 SWIFT 以来，这让美国拥有了一个实际上无限扩大的资产负债表，这是一个很棒的特权，一直到现在。俄罗斯正转向 CIPS 中国的替代方案，通过人民币来结算。这一新的结算系统吸引了更多国家加入，或者各国创建自己的支付系统，因此 SWIFT 系统垄断开始消失，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也开始下跌。4. 比特币因此反弹，这就是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可能对您的投资组合带来启示的地方。一个国家，例如美国、俄罗斯可以如此迅速地切断您获得信贷和汇款的渠道，
这非常可怕，也是大错特错。秘密出来了，由于制裁威胁，现在你开始知道 SWIFT 对跨境支付的垄断以及他们荒谬的系统使用费成本。每笔交易你需要支付20至100美元，或许加密货币将会成为 SWIFT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。拜登不因此担心吗？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直接针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。在一项新的民意调查中，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来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。根据 SSRS 进行的民意调查，83%的受访者赞成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，62%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美国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入侵。但如果经济制裁失败，42%的人赞成美国对乌克兰采取更直接的军事行动，而58%的人反对此举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，60%的独立人士和56%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反对制裁失败时采取军事行动。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，战斗进入第5天。随着战斗的进行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。周一早些时候，财政部禁止俄罗斯外国投资基金和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交易，此举降低了普京抵御先前制裁打击的能力。但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，他不会直接派遣美军在乌克兰作战。总统已下令约15000名士兵帮助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能力。北约周五在历史上首次激活了其反应部队。83%的受访者赞成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，62%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美国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入侵。CNN 的民意调查于2月25日至26日在1011名成年人的随机样本中进行，它的误差幅度为4.4个百分点。冷静期新政对房产交易有效吗？BC 房地产协会批评住房的冷静期。BC 省房地产协会 CREA 表示，该省正在寻求引入的冷静期不会加速市场的激烈竞价的状况。拟议的立法定于今年春天出台，并将为购房者提供一个窗口期，让他们有机会撤回房产交易的竞价，而无需或减少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但代表24000名 BC 房地产经纪人的协会周一表示，他对其他全球各地区的类似冷静期进行的分析表明，该政策是无效的。本月早些时候，大温哥华房地产委员会透露，1月份的房屋销售从去年创纪录的速度放缓，但基准价格达到约120万加元，比去年1月上涨 18.5%。该协会希望看到该省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冷静期来应对这些条件。该期限将允许潜在买家在房产首次上市后至少5个工作日内提出邀约，并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将买入的房屋。CREA 还希望该省为购房过程带来更多的透明度，这样当人们陷入多个报价场景时，他们就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。该法案要求经纪公司保留向卖方提供还价所需的书面邀约副本，并需要向买方提供监管机构验证的邀约数量。CREA 表示，这些流程是限制盲目竞价，因为之前在这个过程中，潜在买家看不到他们出价的房屋竞争性投标中包含的细节。联邦政府计划禁止盲目竞标 ，BC 也在调查这一过程。然而，批评者怀疑它是否会对缓解供应限制和高价格有帮助。例如 ，CREA 指出，瑞典不允许盲目竞价，但在大流行期间，房价增长速度甚至比加拿大还快，在过去20年中房价增长也相当迅速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。如果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期不见不散哦。